淳于琼字仲简，汉灵帝中平5年（公元188年），淳于琼被朝廷授任为右校尉，与曹操、袁绍等同为西园8校尉，成为东汉禁军高级将领，显赫一时。中平5年这个时间节点，天下已陷入黄巾之乱后的动荡局面，中央的掌控力逐渐衰落，地方割据势力渐起。灵帝为了巩固中央军权，并且削弱外戚兼大将军何进的影响力，于是特地设立了天子直属的西园8校尉，由宦官蹇硕统领。乐之的山阳公载记和裴松之引述的灵帝记补充了8校尉的完整名单。他们分别是上军校尉蹇硕、中军校尉袁绍、下军校尉鲍宏、典军校尉曹操、驻军左校尉赵荣、驻军右校尉冯方、左校尉夏穆以及右校尉淳于琼。其中蹇硕的原职是小黄门，他的职责是侍奉皇帝于内廷，照料其日常生活。小黄门这个职位因其亲近天子，所以常常能够参与机要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就有机会给皇帝提供意见，影响其决策。他的实际影响力远超其官职本身，同时负责在宫廷内朝与外朝政府之间传递文书、奏章和皇帝的口谕、诏书。这个职责使其成为信息的关键枢纽，有时可通过节流、曲解诏令来控制朝政，并且常作为皇帝的私人代表，被委派外出执行特殊任务，如监视官员、调查案件，甚至参与军事。而蹇硕就是被视作汉灵帝的私人代表，被委任为上军校尉，干预军事。然后所有的8校尉均同属于蹇硕，并被汉灵帝特命为元帅。这意味着司隶校尉，也就是京师治安长官及以下的所有军官，甚至大将军何进，在军事上都要受其节制。这也体现了汉灵帝想借宦官之手直接控制京畿兵权的意图，而曹操、袁绍等豪杰借此进入军权核心，从而积累政治资本。曹操所任的典军校尉负责军法、练兵等事务，是其军事生涯的起点。袁绍任中军校尉，地位仅次于蹇硕，反映其四世三公的家族影响力。而淳于琼与袁绍、曹操同列，足见他当时在朝野中的资历与声望也是非常高的。西园军的这一安排打破了外戚何进对金军的垄断，但也激化了宦官集团与外戚士族的矛盾。汉灵帝试图以宦官制衡外戚，但蹇硕与何进的冲突迅速爆发。公元189年，灵帝死后，何进很快杀了蹇硕，西园军也随之瓦解。紧接着，何进想进一步诛杀宦官，却反被杀害，进而引发了董卓进京，东汉政权随之崩溃，天下诸侯并起，最终导致3分天下。这仿佛是蝴蝶效应最直观的体现，一个小的变化，最后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兴平2年，公元195年7月，由于李傕郭汜在长安城中互相攻伐，汉献帝得以离开长安，开始东归之路。但皇帝的车驾队伍一路躲避李傕等人的追击，分仓路数，食不果腹，随行人员几乎损失殆尽。最后仅仅剩下皇帝、少数后妃、高级官员和将领等寥寥数十人成功北渡黄河。于12月，也就是公元196年初，艰难辗转至河东，暂时在安邑做停歇。而此时的袁绍经过与公孙瓒的作战，如界桥之战、陇臭之战，已经将其压制在易京一地，初步奠定了袁氏在黄河以北的霸主地位，基本控制住了冀州、青州、幽州以及部分并州的地盘。一时之间，袁绍的军事政治实力空前强大，同时也吸附了大量的人才。然而同一时间的曹操则仅仅占据兖州，正处于吕布张邈之乱后重整旗鼓的过程中。袁曹双方虽实力悬殊，但也还维持着表面的同盟关系。然而在面对汉献帝的处境应采取何种措施应对的这个问题上，袁绍阵营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以居寿为代表的一派主张迎天子到邺城，挟天子而令诸侯，以政治正统性压制四方，也就是说在政治上抢占道义制高点，以天子的名义整合资源，讨伐异己。以当前的时局，拥护当朝天子仍是主流趋势，是天下士人心之所向。如果你袁绍不抓住这个机会早做谋划，必定会有其他人抢先行动，掌握天子。时机一旦错过，局势将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而此时的淳于琼已经追随袁绍，成为河北阵营的核心将领之一。他和郭图作为反方，认为汉室已衰，群雄并起，强者为王，已然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在纯粹的实力面前，之前运行的秩序和规则都已不再适用。如果强行迎奉天子，就需要事事表奏，反而受制于皇命，丧失了主动性。袁绍起初已经被居寿说动，但淳于琼和郭图等人自主权的论点更迎合袁绍的底层心理，最终被淳于琼等人说服，放弃了迎奉天子。另外，《后汉书》点明了袁绍排斥尹家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也就是弟弟既非少邑。
当初汉献帝是董卓于189年废了汉少帝刘辩后所立，等于是袁绍一直所反对的董卓势力的政治遗产，因此对汉献帝的合法性心存芥蒂。袁绍早在此前的初平2年公元191年就尝试另立一个中央政权，从而否定董卓当朝，摆脱董卓挟天子所带来的政治被动，并且想以拥立守勋来获得号召天下的名分。这与他之后拒绝迎奉汉献帝的心理一脉相承，底层逻辑就是他想控制一个自己拥立的弱势皇帝。刘虞传记载，当时袁绍同冀州刺史韩馥等联军各将领商议，以汉献帝年幼被董卓胁迫，且长安路途遥远，官色阻碍，天子生死未卜为由，又介于刘虞是汉室宗亲中的长者，且在幽州实行仁政，深得人心，就准备拥立他为新皇帝，并派遣元乐浪太守张齐等人作为使节，正式向刘虞上尊号，劝进其称帝。只因刘虞坚决拒绝，袁绍才放弃了这个想法。所以摆脱中央控制，拥有绝对的自主权，是袁绍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愿景。而且到了公元195年汉献帝东归的这个时间节点，袁绍的实力和号召力已经发展到在剩余的诸侯中拥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控制天子所带来的作用，以袁绍的角度来看，变得可有可无。因此袁绍有足够的动机选择放弃迎驾。但事后证明，袁绍显然产生了严重的政治误判，他低估了当时汉室旗号本身所带来的强大凝聚力。后来曹操迎奉汉献帝，在道义上就占据了尊奉正统的制高点，与当年企图另立中央的袁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成为曹操在官渡之战前后进行政治宣传时攻击袁绍不成的有力依据，并且迎奉天子不仅是政治象征，更带来了诸多实际利益。曹操得以控制朝廷的官爵任命，以诏令分化敌方势力。曹操独占奉天子的政治资源，帮助其实现了快速崛起，而袁绍则错失了一次足以改变历史的机遇。试想，若此时迎献帝至邺城，袁绍将提前获得曹操后来所拥有的政治优势，加上自己本身就已经很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其统一北方乃至全国的进程将大大缩减。时间来到公元199年，该年袁绍通过易津之战彻底铲除了公孙瓒，这意味着袁绍已经完全占据冀、青、幽、并、河北4州，成为当时天下最强大的割据势力，拥兵数十万。此时的袁绍已从关东联军的盟主成长为实际统治北方的霸主，实力的膨胀直接导致其心态发生变化，对汉献帝的进贡逐渐减少。这并非小事，而是政治姿态上根本性的转变，公开表露出其轻视中央、意图自立的野心。主簿耿包暗中向袁绍进言说道：汉朝火德的气数已尽，袁氏乃是土德的继承者，应当顺从上天的旨意，顺应民意，登基称帝。面对此等忤逆的言论，袁绍并没有立即处理耿包，而是将此事披露给幕僚们讨论。这是一个极其精妙的政治试探。袁绍既想看看手下的文臣武将对自己称帝的态度，又想借他人之口提出此意，自己保持被动接受的姿态。但讨论的结果完全出乎袁绍的意料，绝大多数核心幕僚认为耿包妖言惑众，应当立即处死。这清晰地表明袁绍集团内部仍普遍认同汉室正统，不支持公然篡逆。显然袁绍试图代汉的野心缺乏足够的内部共识和政治基础，在巨大的反对声浪前，袁绍迫不得已只好杀了耿包，以平息众人的非议。这对袁绍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挫败和心理打击，他的野心被自己的核心团队公开拒绝，不得不通过杀人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政治称帝之路被堵死后，袁绍迅速转向了军事解决方案，准备向南对曹操用兵。不过战前，袁绍阵营内部对将来的战略方向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以居授、田丰为首的政治派系主张持久战的方针，认为应该政治与军事相结合，以时间换空间，通过消耗战的形式拖垮曹操。具体的，可以先派遣使者向深陷许都的天子献上平定公孙瓒的捷报，从而试探并争取政治主动性。若曹操从中阻挠，让使者无法通达朝廷，那么就立刻上表斥责曹操阻隔我们尊奉王室的道路，从而占据道义制高点。如此一来，出兵就师出有名，然后着手军事准备，把战线推进到黎阳县一带，稳扎稳打，经营黄河南岸地区，然后打造水军，修缮工程器械，增强渡河与后勤的能力，同时派遣精锐骑兵持续骚扰曹操的边境，使其疲于奔命，不得安宁。如此一来，不出3年便可彻底战胜曹操。此战略不追求速胜，而是通过系统性的消耗，让曹操政权从内部崩溃。
但是以沈佩、郭图为首的一派主张速战决胜的策略。他们建议凭借当前绝对的实力优势，一举歼灭曹操。现在如不及时攻取，等以后曹操发展壮大，就难以图谋了。袁绍最终采纳了沈佩、郭图的速战方案。之后，袁绍又听信郭图的谗言，对沮授产生了猜忌，把沮授作为监军的权力一分为三，让沮授、郭图、淳于琼各指挥一支军队，然后会合大军向南进发。时间来到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此时的淳于琼担负起了援军后勤命脉的守卫重任，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把持朝政已经过去差不多5年。在这期间，曹操通过下邳之战歼灭了吕布，吸收了张霸；犬城之战兼并了河内张扬的势力，之后又收降了张绣。曹操的实力已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在袁绍面前仍然实力悬殊，能调动的资源十分有限。武帝纪记载，到了公元200年8月，官渡相持阶段的时候，曹操是兵不满万，伤者12伤，也就是说，当时曹操能战之兵已不足1万。后来荀彧给曹操的回信内容中，更直白地体现了双方实力的差距。信中提到，公以10分居1之众，化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可见曹操投入的兵力仅有袁绍的1/10，而且始终处于防守状态，已经持续了半年之久。整个战争过程中，曹操虽然有过几次战术上的胜利，比如白马之战斩颜良、延津之战诛文丑、徐晃骑兵焚粮车，但仍然弥补不了整体的实力差距，始终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只能依靠奇袭滋扰来取得短暂的战果，无法通过集团军正面作战来决出胜负。不过比起兵力的劣势，曹操难以为继的后勤补给才是更大的危机。从后来曹操与许攸对话中可以知道，到了当年10月份，曹军后勤物资仅能维持前线再坚守1个月，战线随时可能因为断粮而崩溃。而早在8月的相持阶段时，曹操就已经萌生了退兵的想法，准备将战线再次后撤至许都附近，但是被荀彧的回信所劝阻，使得曹操在几乎粮尽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在官渡战线。这相当于是一场赌博，赌在短期之内迎来一个彻底扭转局势的转机。然而坚持到了冬天10月，这个机会真的被曹操赌到了。当时袁绍从后方邺城等地运来大批粮草，命大将淳于琼率万余人护送。粮队驻扎在袁绍前线大本营以北40里的乌巢，这批粮草可以说是前线数十万大军的命脉。但袁绍犯了分兵屯粮的大忌，且距离主营过远，屯粮之地如果遭受攻击，将难以驰援。但是就在此时，袁绍正前谋士许攸因贪财未被满足，加之其邺城的家人因犯事被沈佩收押，于是愤而投曹。许攸不仅为曹操带来了乌巢守备的绝密情报，更提供了釜底抽薪的战略方案。许攸建议曹操立即突袭乌巢，焚毁其粮草，让援军不战自溃。当时曹操部下普遍怀疑这是诈降或陷阱，而且分兵奇袭风险极高。只有荀攸、贾诩力劝曹操采纳许攸之计。这2位顶级谋士的判断力为曹操的决策提供了关键的智力支持。曹操深知自己在正面消耗已无出路，唯有此等奇迹才能破局。于是曹操留下曹洪守大本营，自己则亲率5000步骑兵连夜奔袭乌巢。一路上，曹军伪装成袁绍部队，行动隐秘迅速，士卒每人怀抱一捆财薪。路上遇到盘问，就声称是袁绍怕曹操偷袭后军，派我等来加强防备。当拂晓抵达后，淳于琼等人望见曹操的兵力单薄，便亲自出兵在营门外列阵，这给了曹操野战的机会。于是曹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将其击溃，淳于琼被迫退守营寨，而曹军随即包围援军营屯，纵火猛攻，营中顿时阵脚大乱。而在主营的袁绍则派出骑兵准备驰援淳于琼。曹操身边的人建议道：“贼旗稍近，请分兵拒之。”曹操厉声呵斥道：“等贼军到跟前，再来报告。”于是全体士兵殊死奋战，最终彻底击溃了淳于琼等部，并将粮草物资焚毁殆尽。紧接着进行了一场血腥的仪式性屠杀，不仅斩杀了都将魁元敬、骑都韩举子、大将吕威煌、赵睿等人，并且割下守将淳于琼的鼻子，同时诛杀了援军1000余人，他们皆被割取鼻子，牛马牲畜则被割去唇舌。之后将这些血肉模糊的器官展示给袁绍大军观看。援军将士见状无不恐惧战栗，战斗意志瞬间瓦解。当夜，曹军擒获并毁容的淳于琼被押解至曹操帐前。曹操问道：“淳于琼，你怎会落得如此下场？”淳于琼展现了作为败军之将最后的风骨，坦然回答道：“
胜负乃是天意，何必多问？在毁容被俘、命悬一线的绝境下，淳于琼并没有乞怜，没有辩解，更没有推卸责任，而是表现出了一种近乎漠然的态度，维护了武将的尊严。而曹操可能顾念两人都成为西园八校尉的旧情，加上欣赏其大义凛然的气质，本想放了他，但是许由的一句话断送了淳于琼的生机。他劝阻道：如果留他活命，每天早晨他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脸，这只会让他更忘不了对您的仇恨。最终，曹操采纳了许攸的建议，下令处死了淳于琼，结束了其短暂的生涯。这期虽然是淳于琼的人物志，但是从他所参与的事件中，得以窥探到袁绍的发展路径。袁绍前期的发展整体上是非常顺利的，随着时间流淌，他累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实力，大批士人武将皆慕名投奔而来。袁绍手底下迅速组织起一大批人才，为其出谋划策，征战四方，一副天下将归于袁氏的图景，俨然要成为汉末第一男主的架势。但是手握一副好牌的袁本初却像极了当今社会上某些无能的领导，总能在关键的决策时刻选择那条错误的路径。在是否迎奉天子的问题上，他选择了放弃挟天子而令诸侯的道路；在继承人确立的问题上，他选择了废长立幼；在易经之战刚结束后，是否立刻发动另一场大规模战争的问题上，他选择了容错率更低的对曹速战策略，而放弃了容错率较高的持久战方案。当乌巢出现紧急军情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立即全力派兵去营救，而是派张合、高览先去进攻曹操的大本营，最终导致曹操有足够的时间去焚毁所有的军粮，致使援军最后溃败。这种完美避开所有正确答案的天赋，不禁让后人感到惊叹。回过头来看淳于琼，他的起点其实很高，早期受命出任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右校尉，与曹操和袁绍并列禁军高级将领，这奠定了他的资历与早期声望。但很快的，何进死后，淳于琼便追随袁绍，成为袁氏集团的核心班底。官渡之战中，他并没有像《三国演义》描绘的那样，整日酗酒而疏于防备，甚至面对曹军的出现，醉卧而不能迎敌。恰恰相反，在正史中的他，面对曹军来袭，亲自出阵迎战，战败被俘后，尽管受尽严刑屈辱，就算被割鼻毁容后，他在曹操面前依然面不改色，不肯屈服，为其生涯增添了最后一抹悲壮的色彩。最后，大家觉得，如果袁绍选择迎奉天子，或者采取持久战的策略，曹操是否还有机会翻盘？本期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支持与观看。